我在哪儿呢？我看儿子比赛呢嘛，我不是给你请假了吗？出事了，回来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都跟你请假了，我不是说我觉得儿子比赛特别重要吗？大事儿。别刷手机了，过来看比赛的。没玩。你干啥去？医院叫我回去。现在？你帮我跟儿子解释解释。不是，这我怎么解释啊？该怎么解释怎么解释呗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颁奖时候记得拍照片啊。不是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喂，总理，什么事儿？师傅，出事儿了。什么病毒都没有搞清楚，就要把病人往过转，扯不扯呀？哎呀，毕竟是疾控中心下的紧急通知，多担待。让你干嘛你就干嘛。谭松林，你这院长是摆设呀？这次算我欠你的啊！就是欠我。啊，松林刚来电话说有急事儿，疾控中心下来2个专家，他搞不定。你又骑车去了吧？没有，车都让你卖了，我哪骑去？真的没骗你。你可别蒙我。不是你怎么还不信呢？啊？那你给松林打电话，他说你就信了吧？别忘了吃药。那你看，两肺都已经有多方膜剥离，日常规检测显示淋巴细胞系数有明显减低。对，确实是重症，需要马上就医治疗。急诊停了吗？没。为什么还不停？等着出事儿？毒株还在分离之中，疾控中心那边只说安排转院，没说要提升预定等级。等他们发布就晚了。禽流感那次的教训还不够深刻。来了！多少人？7个。急诊立刻停掉，从现在开始不再批假，已经批了的立马取消。8层、9层腾出来，作为隔离区。明天早上门诊上班之前，全院做一次系统的消毒。好。别垂头丧气了，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，难免手忙脚乱。禽流感那次，我这也是心里七上八下。还好你没出来，看着我退休呢，嫌我当你道啊？等我退了，你要请我一顿小龙虾。小龙虾。那7例病人的症状差不多，跟前面同期那个很像，都有发热、乏力、干咳的症状。张院其中3例有腹泻，重症患者会呼吸窘迫。所有他们这几例病患的血常规检查都显示淋巴细胞减低，胸部 CT 呈现毛物量改变，且都在肺的4周，这都可以断定是病毒性肺炎。疾控中心那边还没有正式通知，还没呢，估计最早也得明天了。不等他们了，我们自己先出措施。要紧的无非就那几点：
刚说漏一点，加上。查找病毒源。对。可是现在这几例都属于危重了，没法恶化呀。说治传染病，就是和时间赛跑，宁早勿晚。大年30去埃塞俄比亚的机票都订了，打折票不能退。离长安飞已经有3年了吧？每年都说回来过年，到了跟前儿，不是买不上机票，就是临时有任务。不用他回来，我们去。有人发生时差，快来人！心率下降太快了，血压和氧饱和下降。赵儿，起来，过来，欧进，团都连在一起了。好了。心跳停止了，肾上腺素，肾上腺素预备，给肾上腺素。肾上腺素制造完毕。病情恶化的实在太快了，会诊的时候还是个轻症。同济医院的病人基因序列对比结果出来了，病毒所那边出了一份报告，有点像是像什么 SARS。不能再等了，查传染源，马上。可是好几个病人都还没醒呢。我来联系，配合疾控中心尽快调查传染源。不能全指望疾控中心和病毒组，我们自己要先进行病毒取样。是，我已经安排了咽拭子测试，先进行支气管内镜检查，再做肺泡灌洗。还是先等检测的结果吧。病人都是从下支气管先感染，直接感染到肺泡，要等着逐渐发展到把肺泡灌满，从肺泡里漫出来，咽拭子才能检测得出来。那些已经从肺泡漫出来的病人，做咽拭子检测是可以的。可那些没有漫出来的病人呢？师傅，肺泡灌洗毕竟是有创的，病人和家属都未必会同意啊。不同意就不检查了，就不治疗了。你首先是医生，然后才是院长。喂，一鸣，说。霍局，我这儿发现了几例不明原因的肺炎，跟省疾控中心汇报之后，他们说转到你们医院去。我不去，那个地方是传染病医院，我现在只是普通感冒而已，我不去什么传染病医院。真真，你先别激动，不要急。我能不急吗？我明天中午12点回北京的高铁呢。这样，我先去问问什么情况。不是，小姐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从你的症状和 CT 看，你不是普通感冒，
现在我们是暂时转到江汉医院，这个不是我们医院定的，是疾控中心定的。那你就去帮我问一下疾控中心好吗？我后天一早上我就要去北京参加那个3轮面试，我眼看着我都要拿到 offer 了。我干嘛？我不去！要给你治病啊，小姐。我不去！师傅，疾控中心根据我们提供的肺泡关系样本，测出来有2个跟 SARS 冠状病毒相关，是阳性的，跟病毒所检测结果一致。马上要送过来的病人，有条件的做 CT 扫描，做不了的补拍床边片，再复查一下血常规，复查一下生化和炎症指标。好，现在有几个医院都出现了这种病人，我担心会不会是群发性感染。问一下陆曼奇，病毒源查的怎么样？还有，让所有人做好防护工作，口罩必须戴。查实的病人和病人之间没有实际的人际接触。疾控中心现在列出了2周之内所有病人的行踪，从地点的重合概率上，东湖公园2次，楚河汉街3次，武汉天地3次，群光广场4次，华南海鲜市场18次。我建议对所有类似症状的患者进行一次排查，2周内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。对，辛苦了。这都小事儿，我就想2位院长大人能给我交个底，这到底什么病？不知道。危险吗？你说呢？昨天晚上那病人差点没救过来，我们到现在连什么病都不知道。你说危险不危险？传染性呢？疾控中心那边还没有正式通报。烈性传染。是否？这只是推测啊，还不是定论。是吗？是我的猜测，一切还是要等到疾控中心。也是我的定论。好，知道了。妇幼保健院有13个病人，正在转来的路上，做好准备。又来13个，咱们医院已经收到20个了 ，ICU 满了，住不下了。咱们隔离病区有几个轻症病人，毫无征兆就转了重症了。ICU 住不下，征用传染病区；传染病区住不下，征用普通病房。通知行政，今天所有预约门诊全部取消，全额退款。从现在起，门诊、急诊全部停止挂号。师傅，这个不是开玩笑啊！咱们现在连病源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呢。正是因为不知道病源，放在普通综合医院风险更大。这个道理我懂了，但问题是咱们现在人员不够了，仪器也快不够了。我们传染病科的人，所有人全部在岗，没有病假，没有事假，也没有预备人员。而且更糟糕的是，您刚才说这是烈性传染病，我们的人全部都没有做好防护，没有穿防护服，没有戴护目镜，有的连口罩都没有戴。你这科主任怎么当的？那么多医生护士感染了怎么办？病毒扩散了怎么办？张大院长，您是当领导太久了，忘性太大。我帮您一起回忆一下医院的规章制度，好不好？但凡动用1级防护装备，包括 KN95 口罩和 N95 口罩，都需院一级的领导来签字。为什么没签字？师傅，这个不是签字不签字的问题。马上签字，给库房打电话，让他们统计一下物资存量。去啊！马姐，您说，老院长。新来的13个病人，病毒源接着查。好。根据对已收治病人做的流行病学调查，我们发现，大多和华南海鲜市场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触，但是也有几个病人除外，所以我们推测，可能病毒的暴露源不只是华南海鲜市场，很有可能存在多元性感染的情况。综合市
区传来的信息，现在感染人数还在持续的增长，我们务必尽快查出感染源和感染路径。根据各方的检测结果，基本可以确定，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冠状病毒。由于对新病毒的特性不了解，我们目前只能够对症治疗，还没有找到抗病毒的特效药物。这次来啊，我们还带来了卫健委下派的一个紧急任务，那就是总结患者的临床特征和救治经验，将临床观察和实验室检测发现的病毒的规律和特点归纳总结，尽快找出一个诊治的方案来。各位专家、领导，目前我们也在积极地找寻有效的诊疗方案，但是由于转入的病人实在是太多了，以我们江汉医院目前的医疗设备以及医护人员的配置，我们恐怕很难做到对病人的有效救治。各位领导专家，我知道我们江汉医院作为传染病专科医院，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，当然必须，但是我们的 ICU 已经住满了，恐怕我们只能再收治少量的轻症患者。那谭院长，你们提出的问题，我们完全能够理解，希望大家不要误解啊。这一次真的太猛了，我是真的担心我们医院的医生。小谭呐，咱们公司也不是1年半载了，你和江汉医院的战斗力，那我们心里是有数的，否则也不可能在这种时候呢把担子压过来。再说呀，马上呢就要过年了，我们同心协力，我们一起打一个歼灭战嘛。老张啊，我知道你快退了，本不该再辛苦你了。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，如果你的身体实在是撑不住的话，就别硬撑着了。我这病好不了，治不治意思都不大。你们刚才说我们要打一场歼灭战，我不明白这个歼灭战该怎么打，用嘴打吗？有什么话直说。既然要打仗，这粮草弹药总得给点吧？是吗？你闭嘴，跟你说话的地方，100台呼吸机，2台 ECMO，护目镜、防护服、口罩，有多少我要多少，你给我多少我都不嫌多。没问题，老张，你的要求我们全力满足，同时也会协调本市各医院，支持配合你们工作。放心，老张，你们不会孤军奋战的。从现在起，各科室给陆曼7等任务，把南楼腾出来，所有住院病人全部移出去，一个都不留，增加发热门诊。是吗？现在物资还没到位，他们干他们的，我们干我们的，事情紧急，谁都不能掉链子。慢点，轻点。院长好，院长好。上吧。走楼梯了。这几天没回家，你家打电话吗？没打，我一打人家就埋汰我没信用。你先上吧，我打个电话。
大夫，大夫，请问，我儿子江浩的病情怎么样啊？大妈，您儿子病情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啊！啊，您儿子病情已经稳定住了。哎呀，他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他什么时候能够出院呢？这个得看治疗效果，别着急啊。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我还等着他回家置办年货呢。老人家，您多大岁数了？哦，我过了这个年就83岁了。给大妈拿个口罩来。啊，谢谢。大妈，您坐在这儿等我拿个口罩马上回来啊。坐这儿等我，别动啊！哎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没事没事。小柯姐，33号9病床。好的，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，珍珍？啊？他太闹人了，我不想在这儿待着了。他怎么闹了？他都不能说话了。他就是闹死了，我每天都睡不着觉。好了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，我们都陪着你呢啊。没事。我就是觉得我的一切都在这里结束了。还查病毒呢？怎么就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了呢？哎，别查了，都几点了？赶紧带小可回去吧。哎呀，没几个小时就得来了，就这么着吧，凑凑得了。老头子在这儿睡2天办公室了，你说咱们这么兴师动众的，是不是有点紧张过头了？是有人发牢骚了？你说呢？这转过来这么多病人，老头腿明显不利索，渐冻症，怎么办呢？你这啥徒弟呀？关心关心你师傅。先尝先后，一好个警备。工作完毕。什么情况？血压持续下降。准备出战，双压150焦。准备出战，大家远离。1、2、3。干什么？再次电击。下开，准备实战。1、2、3。恢复斗气训练。
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好家伙，我这儿说什么的都有，我都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。哎，你给我交个底儿，到底咋回事？看情形有点像 SARS。是吗？说不成更坏。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妙啊。那可怠慢不得，怠慢不得。哎，那你们是一线，压力大呀。我这儿备了一批监护仪和呼吸机，还有血液泵、口罩、防护服，还有防护面罩，你需要吧？我现在就派人给你送去。谢了。等完了事儿，喝一顿。必须的。不过，你有什么事儿就及时给我电话，我电话24小时开机。你们那边也得加强防护啊。这话现在我应该对你说啊。放心，咱们都要好好的。张院长的身体情况不适合高强度工作，你好好劝劝你师傅。你们呀，不了解老头，他要是听劝，能得了这病。你说这2天我这心里老发慌。17年禽流感，我在 ICU 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感觉，也不知道这次还有多少人被感染。你毒这鬼东西，你要是怕了它，你还怎么治啊？我倒不是怕他，我是担心你，我也担心我自己。你说万一咱俩谁感染了，洋洋怎么办？哎，你干嘛呀？咱们俩刚结婚就说要去自驾游，孩子这么大了，也还没有成，干脆就从今天开始，从咱们大武汉开始吧。你可别闹了，洋洋还在家呢。不是我妈吗？你妈最会惯孩子，才这么小就每天让孩子看动画片儿，哎呀，孩子眼睛都看坏了。眼睛坏得戴眼镜，总比感染了强。从今天开始，这就是咱们俩的2人世界了。从来没有生死之分，只是生而为人，总要有颗心来放生，才能够照亮他人。如果失去了一个我，能换另一个我。长安，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，我还有好多事情都没有做，我演唱会也没有跟你去看过，我画的那些画也没有机会让那么多人都看到，我还没有给我妈妈买过一件礼物。晨晨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医生已经说了，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很多了，别哭了嘛，这样对呼吸不好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唱一首你最喜欢的歌。你唱的难听死了，我不听。每个呐喊都有回声，但愿风筝飞再高也不怕，只要手在我手里攥就行。才能紧紧相拥。
进来。什么事？ICU 护士小艾，一丝可怜。院长，有事儿？过2天我要结婚，婚期是早就定好了，改不了。我想从明天开始休婚假。好，如果不用说了，理解。